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黑莉。我的频道是关于投资理财、理财规划，在我们人生之中不同阶段所需要知道的理财知识。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点击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影片了。自从之前的影片关于税收规划、可扣税项目，还有简单的自雇人士报税须之外，有很多人都私讯我，问我自雇人士的账目怎样做？进钱就等于收入，要报税吗？什么情况的费用可扣税？今天这部影片的前半部，我就会讲解下基本的账目怎么做，而后半部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下我自己是怎样用 Excel 做账的。如果想要领取一份简单又容易的 Account Template， 就要留守到最后哦。任何公司 Sole Proprietor、Partnership 或 Sdn Bhd 都要做账。首先，设立一间公司后，就要去银行开一个公司户口，这样任何的收入支出都由这个户口进出，以方便做记录。开设银行账户可以尽量避免将个人消费和商业的消费混在一起。所有商业有关的消费，尽量使用公司的银行支票或转账。假如是现金收入，也可以选择收到现金后把钱存入银行，有需要的时候才取出来。这样就可以避免做账的时候忘了这笔钱去了哪里，花费到哪里去了。公司的 account 分成资产负债表 （balance sheet）， 也叫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， 和损益表 （profit and loss）。资产负债表分成资产、负债和股东权益。资产分为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。固定资产就是公司电脑、车、桌子、椅子等等。流动资产就是银行余额、应收账款和公司的存货，而负债就是企业资产的归属。企业的资产归属属于两类人：债权人或者股东。股东权益则是股东入资的资金加上公司累积的利润。而损益表就比较简单，分为收入和支出。营业收入减去销售成本，得出销售利润，再减去各种费用后，得到净盈利。每次进账都有 double entry， 借方 debit 和贷方 credit。在资产负债表内， debit 就是资产 asset， credit 就是负债 liability， 或股东权益 equity。而在损益表， debit 就是消费，credit 就是收入。记账最基本可以通过银行的进出账目，了解公司的钱从哪里来，去了哪里。通常公司进钱的情况有两种：公司的销售，或者是老板存钱进公司。第一种情况，公司的销售，公司就要开 invoice。通常一张正式的 invoice 有公司名字、地址、invoice 的号码，号码建议是顺序排着下的。销售的日期、顾客的名字、地址、销售的产品或提供了什么服务、销售金额，还有通常会把公司的银行账号也写在上面，以方便顾客转账。当公司有收入时，就要进账，要开单。这就是一张简单的 debit credit entry 的记录。假如是收到现金，在 debit 这里写上 bank account， 而 credit 这里就写 revenue。 假如还没收到现金， debit 这里就填上 trade receivables， 应收账款。当顾客给钱时，就 debit bank credit trade receivables。 而第二种情况，老板存钱进公司，因为是银行收到钱，所以 debit 一样是 bank，而 credit 是 director account。 假如是自雇人士 Sole Proprietor account 的话，就进 drawings。 分别在于这个 drawings account 会和 capital account 扣除。 drawings 可以看到到底老板一年拿了公司多少钱。那如果是公司出钱呢？就有可能是销售成本 cost of sales， 公司的各种费用，或者是出钱买公司的资产。公司出钱时 credit 就是 bank， 而 debit 就会是 direct costs、expenses 或者是 assets。 每一个 entry 都要清楚写明是什么费用，以方便检查到底消费去了哪里。
凡是公司的收入和支出都必须附上完整的文件。只要是营业收入，就要有 invoice； 销售成本就要有银行转账单的同时，再附上 supplier invoice。至于其他的消费也一样，要有银行转账单的同时，再附上 invoice 或者是单据。如果要方便做账，每次进出前都要准备好完整的单据文件。到了月底做账时要对账，确保银行月结单上的每一笔消费都有记录到。必须确保 debit 和 credit 都填上，这样 balance sheet 才会 balance。假如有一些费用是老板自己掏钱包出的，只要是属于公司的费用都可以进账的。比如用信用卡在网上购买公司的货物、公司的文具等，那这又要如何进账呢？ Debit direct costs 或者是 expenses， 因为是老板自己出钱，所以 credit direct account 或者是 drawings。年底 close account 的时候，记得确保全部属于公司的费用都已经进账了。假如是 freelancer， 可能会有一些车油、收费站的消费，或者是电话费，只要是属于公司的营业开销都可以进账的。这一课是我本身做账用的，如果大家也想要有这个 template， 可以在留言区写上 I want account， 我就会发给你。现在我来简单的介绍下这个 template 是怎么样运作的。这个 template 分成 journal entries， 就是记录所有 double entry 的 balance sheet、profit and loss， 还有 trial balance。而你要做的就只是需要在 journal entries 的灰色格子填上资料就可以了。首先，如果公司在之前已经开始运作，就要把 opening balance 填在这行， debit balance 是加， credit balance 是减。都填完之后，要注意的是这里是0的，然后就可以开始输入每天银行的进出记录，写上进出前的日期，可以按下这里选 debit 什么 credit 什么， description 就可以解释下这笔钱是什么用途的，之后在这填上号码，直接打号码在这里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放加或者是减，因为我已经写下程式，在后面会自动显示出来加或者是减。刚才所讲的现在就不重复了。进了全部银行进出款项后，再进老板的所有费用，全部账都进了之后，确保 bank account 的余额和银行账单的余额是一样的。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不一样，比如账目出了一笔钱，可是银行还没有显示出来，只要有原因解释得到就可以了。最后检查一下 balance sheet 和 profit and loss account。balance sheet 是 balance 的话，这里是不会出现任何号码的。假如有号码，那就要检查下 debit 和 credit 这里哪里漏了填。而这个是 trial balance， 试算平衡表，这里可以看到每一个账户的余额。检查完毕 account 就完成啦，然后就可以把这 account 填在报税表格。大家要注意的是，这 profit or loss before tax 需要加回一些不可扣税的项目才填入报税表格的营业税收的，其中包括资产的折旧 depreciation。 假如是 sole proprietor， 老板的薪水也要加回去，因为老板的薪水不算是公司的费用。如果进账时把个人开销都一起进账的话，那么就要在这里用百分比分出来。比方说电话费有 50% 是属于公司的营运， 50% 是属于私人的，那么这 50% 私人的就要加进公司的盈利，然后再减掉 capital allowance， 根据税务上的资本减免，最后的这数额 adjusted profit 才会填入报税表格的营业收入，这样就完成啦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接下来的影片再和大家分享如何把以上的资料填入报税表格。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，记得点击订阅。假如觉得内容有帮助，记得按赞并分享，让这部影片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。记得，假如想要这个 account template， 可以留言写上 I want account。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